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邀请了一个我的好姐妹。大家好，我是舒雅，我也是一名 UP 主。对，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位跨性别姐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身边的姐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好吗？你这么喜欢穿女装呀？对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很喜欢，然后就是一个本能吧，就看到我好看的衣服啊，就是好看的曲子啊，就心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就对它很有向往，都会这个感觉。那你穿女装是基于什么样的冲动呢？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穿女装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女装是很小的时候吧，然后穿女装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像我天天都穿着女装，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嘛，一直都没能穿女装，就挺难过的，就特别想要就是像一个正常女孩子一样，就是穿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留长发，一直都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好吧，行。那你穿女装的时候，有人追过你吗？有没有穿过女装上街？有人追过你吗？其实这个的话，我其实是没有因为我是很少穿女装上妆，除非是放假或者是那个时候才能这样子。因为平常的话还是男装为主吧，就是虽然会和身边的人说是女孩子，但是还是没有勇气，就是日常上，然后上班也不方便嘛。就说你没有穿过女装去见过男人是吧？就是没有以女孩子的身份跟男孩子交往过。对，那这样还蛮遗憾的。对，就这样希望将来会遇到。对，现在你还不敢穿女装出街，他还是蛮遗憾的。你现在这样的身份有没有男朋友？我没有，现在是单身，就是有喜欢的人，对，但是因为我喜欢都是直男，然后就一直不太好。就不太好是吧？对，就是这个身份好像怎么样？就好像很难像正常的男女那样吧，就应该说还没有遇到那个人吧。其实我有点放弃了。好吧。你这样子，你家人知道吗？他们怎么看待你啊？家里其实是蛮反对的。反对啊？对，就他们完全是不能接受我这个样子，但是现在也没在家里面吧，所以就所以家人也管不了你了是吧？对，管不了我，就是翅膀硬。对，家里人也没办法接受他。你平时朋友多吗？他们怎么评价你这个人呀？朋友还蛮多的，就是我觉得我性格还可以吧，就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和善吧，我也就是挺能为人家着想的，所以朋友还是蛮多的。对，就是因为有朋友嘛，所以感觉就是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对，所以就也没有那么难受。对，也没有那么难受，因为确实我觉得朋友是可以带给你安慰的。就是深有体会。那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呢？评价你的这个我很难去说，因为我也没有去问过别人你是一个什么人，但是他们就是我们相处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尊重我们，很是把你当朋友的那种。那他们有没有把你当成女性的朋友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很难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我当成女孩子吧。这样。对，但只是说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说你一定要把我当成女孩子，而是说你把我当成一个人，就是你把我就当成一个就对待就好了。所以说我以前就特别渴望认同，说我就希望你认为我是女孩子的样子。但现在的话，好像对就无所谓了。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把我当成男孩子啊，那也无所谓。就是说他朋友也没有说把他当男孩子还是当女孩子看，但是还蛮尊重他、理解他的。对。好，第一说你这样的身份，生活中你有没有想过要自杀呀？这个我真的想过，因为我人生确实是遭遇很多苦恼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因为这个身份，我觉得就挺难的，就是各方面就是各方面都挺难的，我很难说是因为具体什么事情。然后我这个人是比较悲观的，然后就是我也看蛮多日本的那个小说，就是那种物哀，我自己这个天生的这个性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啥事情就是会很悲观。对，然后但是我年纪渐长以后，就慢慢自己就学会去豁达，然后就想得开，然后现在就会好很多。对，就是有过这个梦想。对，因为在这个跨性别群体里面，有60%以上的跨性别者，他们都想自杀，所以说他也是有过这种想法的。你像你这样这么矛盾，那你有就是情绪上你有抑郁症吗？有没有抑郁的情绪在？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得到过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那种心情就是就感觉很多东西都错过了，就然后也会陷入那种好像自己这辈子怎么都不会幸福，会陷入那个困境，然后就是都不会幸福，就是会感觉就是自己可能是自己，就是我想得到的，我让我够满足所谓的爱情啊，或者是一些很遥远的东西，就是还有就是家庭很绝望，但是一方面我是比较乐观吧，对，就是悲观跟乐观同时存在的，然后就是还对这个世界还是一点点期待，就好在这里。就是说还
还是有一种躁郁，有时候很过度的开朗，有时候呢又很过度的悲观，说存在抑郁的情绪的话也会挺多的。你这样对你现在这种状态，你满意吗？对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不满意，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就是我希望就是真的每天都是穿女装去上班，然后一个女性的身份就去生活，这个是我一直渴望的，但是因为要上班挣钱，就挺不方便。就不满意。有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再勇敢一点，而且我好像发现我努力的方向不对，就是我可能对爱情太向往了，然后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对爱情这么向往，回归到生活，我是更积极的面对生活，我感觉可能那样会好一些。所以就觉得自己努力的方向不对，就是我就感觉自己一直在追逐月亮，就是我还有个名言说过一句话嘛，说我从来都不会去追逐月亮，我希望自己成为月亮，就是我就希望自己也是。大家说到了，就是把自己变得优秀，这个优秀我也是一条很难的路诶，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人嘛，甚至是有点笨的普通人。所以对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是不满意是吧？对，因为他还是不能够穿女装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好，主你以后会有什么打算呢？以后是这个挺好的。就因为我也没想过要去做手术，就希望我在女装上，就是能够以一个女性的女性的姿态生活是吧？去融入这个社会。用一个女性的姿态融入这个社会是吧？那刚才你说你不想做手术，那你为什么你不想做手术呢？我觉得不想做手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了还蛮多就是网上去还有身边一些节目，我觉得做完手术确实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但是就是权衡利弊，我还是希望不要做手术。因为我现在就是身体就是因为我胃不太好，因为我胃不太好，对，为什么我胃不好就这么难受啊？我无法想象我做完手术会是怎么样。而且我现在看就是我的并不是一定要拥有一个女性构造才能产生女性，因为你认为女性，你不是女性，我觉得现在会就是想法会变。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女性，就是女性是吗？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内心自我强化是很重要的。那身份还是男的，那你会怎么办呢？所以就很难，因为你身份是拿的是女性，都不方便。对啊，就挺难的嘛。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能看一眼。我很多时候就具体的东西说，这样怎么做，就再想好累，就是越想越觉得。那就是说你还不确定要不要做手术是吧？还是说就是不要做了？如果将来技术真的好到就是对你的身体伤害没那么大的话，其实我是有点想做，在纠结，因为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些东西还对，然后而且我对有些东西怎么了？有些东西会方便一点嘛，可能谈恋爱啊，而且我昨晚和我小磊聊天，这个就是昨晚，然后我跟他，我喜欢他已经有点到失去自我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是个女孩子就好，就是他就觉得因为性别这个东西是不可跨越的嘛，就像大家说如果你喜欢。他喜欢你的话，其实身份不重要，其实性别这个东西挺重要，就是这个是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说就放弃了是吧？对，但是对，他跟我说，如果我是个女孩子，就跟我在一起，说这句话时候，我真的挺绝望，就是说不能做一个女孩子就挺绝望的。对。好了，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姐妹来到现场啊！现在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拜拜，拜拜，大家节日快乐呀！